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月我出了一期关于航海王壮志雄心的视频，刚开始以为是和火影忍者手游差不多的换皮格斗手游，但实际游玩之后才发现，虽然有些地方有了火影忍者的影子，但也有很多航海王自己的东西融入到了游戏里，还有很多高质量的动画演出，可以看得出制作组是真的用了心。但看了一下上期视频的弹幕和评论，有觉得玩法还不够多的，还有想入坑但是 PVP 苦手不敢玩的。有一说一，上期视频我说的内容大部分都是 PVP， 因为当时开了个 PVP 之后就玩得很上头，连续打了2-3个小时不带停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游戏大部分侧重都在 PVP， 所以 PVE 和其他玩法部分就没怎么说。但我后面又接着玩了好几天，去体验了一下其他玩法，才发现这游戏真的不只有 PVP 这么简单。就比如这个镜中世界，之前我玩都没注意这个模式，一开始还以为这是其他游戏那种深渊爬塔的模式，就看你战斗力推图的，结果点进去才知道，这他喵竟然是个 roguelike 玩法。一开始先给我推了个雷电流派，每25次连就会触发一道弱雷，但烟鬼的段数明显很低呀，打了好久才打25连，明显不适合这个流派。好了，这个模式每打完一关都是可以切换角色的，我们直接切佐罗好了。每打完一关都会出现3选1的能力强化，那我们肯定选这个金色的。第二关再选一个攻击金石双倍连击术，打 BOSS 的时候直接盯着他在天上飞来飞去。接上狮子网购后再接路飞圆柱技，直接触发特殊组合技，把 BOSS 打了一大关血。是啊，这游戏还有组合技，不同的角色之间都有着相应羁绊，像烟鬼和塔西米的超远突进和多段伤害，三只和奈美的连段也可以将敌人击飞到很高的地方，更方便后续的连段。乔巴和古雷娃的合体技更是离谱，直接把对面绑在椅子上狠狠的治疗。看得出为了还原原作的东西，制作组是真的费了不少心思的。这些合体技不一定都很强，但情怀是真的拉满了。回到金龙迷宫，继续选择能加强雷电伤害的强化。关卡途中有时候会出现那种会飞的箱子，打下来之后能追加一次强化选择。最后打到 BOSS 时，虽然我平 A 伤害一下只有几百1000多点，但触发雷电之后一下能炸10000多，配合着连击术触发雷电，直接一下就把 BOSS 给电死了，纯纯的爽局。再来看看第二关能玩什么流派？功夫海牛，这是要我们走召唤流了吗？把我援护技都禁用了，我倒要看看这海牛有什么说法。不是哥们，我把怪都打死了，你怎么才开始打？这海牛上来就给他打空气，每周把怪打死了他才开始攻击，感觉没什么用啊。海牛阿杰，怎么还有阿伟啊？杰哥，你干嘛？我看他俩是个什么事儿？我去，杰哥把阿伟直接丢出去了，然后 BOSS 一个上来把阿伟打得老高，杰哥只是看着吗？海牛们好像奋起了，我去，这3只海牛攻速怎么变得这么快？他们3直接把这种 BOSS 按在墙角锤，小怪刚出来就直接被融化了，或者血量也在狂掉，这 BOSS 还想一个后跳跑出来，直接被3个海牛又锤了回去。就这么我啥都没干 ，BOSS 直接被海牛们锤死了。我一开始还以为海牛没啥用呢，这不比落雷好使。后面还有毒伤流派，能直接给 BOSS 上毒让他流血流死，还有寒冰流派，直接把空岛背换成冰雾背。流派一成型，打所有怪都在打木桩，全都被冻成冰雕，原地挨打，被冻住时还会受到3倍伤害。BOSS 都没动过几次就被带走了。该说不说，这模式是真挺好玩的，不仅流派多，强度也都在线。我个人也是挺喜欢玩 roguelike 类型的，希望这个模式后续能更新多一点流派吧。对于 PVE 来说，众多的玩法固然重要，但主线关卡也是所有游戏都绕不开的一个点。与大部分游戏主线关卡都是流水线战斗不同，这游戏的主线里并不全是单纯的战斗，制作组还在关卡里做了不少演出效果，比如主线到了愚人帝国那一段，也就是动画里路飞打阿龙的那段剧情，全村人都为了奈美打抱不平，决定与阿龙决一死战时，留下了奈美一个人失魂落魄往反方向走着，随即进入了走马灯。我们操控了小奈美走在奈美的回忆里，短短一段剧情却涵盖了奈美在可可西亚村的所有情感，直到阿龙海贼团的入侵。小奈美看着养母被迫害，却无可奈何，只是拿起锤子挥尽全力攻击着愚人。这场战斗塑造的无力感真的太强了，直到看到贝尔梅尔被阿龙杀害时，奈美彻底陷入绝望，最后奈美带着哭腔向路飞求救的样子真的绝了。光是看这一段，我就感觉制作组在 PVE 也是下足了功夫。最后路飞与阿龙的决战也是完美还原了动画，不仅有的不输动画的 CG， 还有 QTE 加强成绩感。不得不说，最后这段痛打阿龙是真的太带感了。打完主线之后，领奖励，直接给了10张票，抽卡时看能不能出货。金冠要出了！我靠，怎么是你呀？我刚打完这个逼，怎么就出了？麻了！虽然我挺讨厌这人的，但不得不说他的技能组做的还是挺有意思啊。正常一技能就是普通的抓取，然后扔地上，但如果一技能与平 A 交替使用，就会触发连续3次的抓取，伤害更高且无法闪身。2技能则是用大刀往前攻击，技能结束后接平 A 还可以把敌人拉回来追加1次攻击，感觉强度还是在线的。不过我并不是很喜欢他，还是算了吧。再来一把10连，又出了。
不对，这是宏观！我去，英雄好师傅铁拳，这不得赶紧试试看强度。这天想试了一下，发现它的机制也挺独特的，平 A 一共有4段，在第2段或者第3段时，松开攻击点都会累积1层气势，气势会增加2技能的伤害，并且2技能在出招的一瞬间是有格挡判定的，格挡成功后会获得霸体，并再次增加伤害。不得不说，科普伤害是真的挺高的，我这波成功格挡到路飞，直接几拳就把艾顺送走了。后面的角色也是一样，只要被我连到，基本2趟就能带走。但很快我就发现问题了，有前摇的攻击还是能预判的，但有些攻击几乎没有前摇，就很容易被打出破招，闪光被动的随便破解，打到后面几乎没人会被我打康了。但如果不用这招，哥布又很难起走，因为他的攻击判定其实算挺小的，无论是 Y 轴还是 X 轴都没什么优势，所以这角色还是挺吃力回的，并不是说高级角色就能无脑碾压了。在角色平衡上来说，这里还是做得挺好的，而且不是说高级角色伤害就会高，这游戏的养成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它在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加你的战力，比如主线找到的收藏品、任务里的小道具、船坞内各种零件，只需要点几下就能增加你的各种属性。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装备和意志，装备跟其他游戏差不多，一共有7个格子，虽然听起来有点多，但这套装备是所有人共用的，只需要刷1套就够了。装备要去打这个密宝试炼才能出，是个主角打 BOSS 的模式，就算自己打不过，也完全可以整个大佬带飞。不过说实话，3个人打 BOSS 实在有点乱，经常会出现不知道自己或者 BOSS 去哪儿的情况，打起来体验有点差。希望官方到时候能优化一下这个玩法吧。意志则是需要打进入世界或者道具，然后在这里进行激活就可以加属性，并且会有各种共鸣效果。这里看起来就是要干的东西了。不过这游戏大部分时候都是有自动战斗的，每天花个几分钟就能搞定，玩起来也不会太累。这次海海玩壮志雄心，我也是玩了好几天，可以说是把大部分玩法都体验了个遍。只能说无论是 PVE 档还是 PVP 档，又或者是纯粹的海迷，都能在这款游戏里面找到自己想要体验的内容。虽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优化一下，但整体游玩下来，游戏质量真的非常的高。游戏今日也是已经开启了公测，感兴趣的大伙可以直接去各大平台下载试试看。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边小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个3连关注啊，学习更多有趣的视频。到这吧，我是李武，我们下期见。